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有通天文，富贵自天来。天数有道，万物有变之无穷。天地运行有其规则，但其万物有其规律。手相之术虽然历经千年风霜，至今之规则也是皮表。在手相中有一种掌纹被称为通天纹，据说有此掌纹的人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。那么通天纹真的能够通灵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但是你可以看看身边的成功人士，80%以上都有这种通天的纹路。那么通天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什么是通天纹？通天纹顾名思义就是具有通天本领的纹路，因此通天纹也叫做神秘线、灵感线等等，即从月丘下部开始延伸到中指下方的一条曲线掌纹。中指下方为先天乾卦位，月丘为后天乾卦位。八卦类象中乾为天，故此掌纹被称为通天纹。手中长有通天纹的人不仅第六感强烈，而且往往能与天地沟通。手有通天纹10个9个能，是真的吗？民间相理学认为，一个人的手有通天纹，那么这个人的第六感会很强，能够抓住很多机会，从而使得自己事业发展，让自己吃穿不愁，本事非常大，会成为能人，有所成就。有通天纹的人命运如何？第六感很强。如果一个人手有通天纹，那么这个人的第六感一般都会很强，也就是说，这种人能够感知得到很多东西，不管是鬼神还是人的内心，这种人都是会有比其他人更敏锐的感知的。也就是因为这一点，手有通天纹的人才会显得比较的与众不同。能抓住机会。现实中手有通天纹的人通常都是能够抓住很多机会的，之所以可以如此，主要就是因为其感知能力很强，所以一旦遇到了很好的机会，其自然也是会比周围的人更加容易感觉得出来了，这样一来也就能自然地抓住好机会，辉煌腾达。事业运很好。通天纹的手相还可以助旺一个人的事业运势，让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非常的顺利。他们祖辈的运势很好，因此他们可以在祖辈的帮助下，在贵人的辅佐下成就一番事业。甚至有通天纹手相的人还可以白手起家，事业成就很高等等。所以男人有通天纹的手相必定是个事业有成、社会地位很高的人。财运不错。另外，根据手相学中的说法，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之中有通天纹的手纹，那么这种手相特征的人命中财富不得了啊。通常来说，有通天纹手相的人，他们天生的财运就十分的旺盛，总是可以吸引到财富，总是可以得到更多的金钱，在求财方面的运势也是顺风顺水。所以通常来说，通天纹手相的人是个富贵之人，命中的财富很多哦，一辈子都不缺钱花呢。但是通天纹必须要笔直，而且周围的散纹比较少，财运才会好。如果旁边有很多的杂纹，会相互影响，甚至出现破财的格局。吃穿不愁。因为每一次有机会路过的时候，手有通天纹的人都会感知得到，并且可以抓住机会，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。所以最终一个手有通天纹的人基本上都是吃喝不愁的，其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，能够让自己生活得很顺利。有通天纹的女人旺夫。最后，通天纹的手相对于女人来说也是非常吉利的哦。一般来说，有通天纹手相的人可以帮助旺夫运，给丈夫带来很多的好运，给夫家带来福气等等。所以通天纹是非常难得、非常富贵的手相特征之一哦。通天纹在不同手上的命运如何？左手有通天纹。如果你的左手手相中出现通天纹，这种手纹说明你的家境好，家庭背景好，家里有钱。简而言之，这种手相特点的人一般会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
祖上是成功的人，家庭基础深厚，社会地位较高。同样如此，具有首相特点的人，他们在事业上可以得到许多人的帮助，不仅可以得到父母的护驾，还可以得到祖辈人脉的支持。他们对贵人的运势很有信心，因此左手有通天文首相的人，大体事业上一定会成功，事业成就也会很高。相反，左手有通天文首相的人，一生也从未为金钱烦恼过，因为他们一生都不缺钱花哟。看得出来，这类首相特征的人根本就不富裕。简而言之，左手有通天文首相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，而且自身能力也不差，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成就。2. 右手有通天文。众所周知，在首相学中，左手代表我们的先天运势，而右手则代表我们后天的运势变化。因此，从右手相位来说，大部分时间是可以推测我们后天的运势变化的。如果你的右手首相出现通天文，那么这种首相代表的也不一定是你早年的富裕，也许你也没有出现在富裕家庭，你的家境也不富裕哦。而右手有此纹路的人，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，通过自己的毅力与奋斗发家致富，白手起家。由于具有这种首相特点的人，嗅觉非常灵敏，头脑灵活，反应能力很强，在商场交际方面都很在行，所以右手有通天文首相的人，能在往后的人生中拼凑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。事业成功了，还能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，以后的日子里也不会缺钱花。基本上有首相特征的人都会很有钱。3. 双手有通天文。双手有通天文的人是两只手都具有通天文的首相。具有这种首相的人，前世是大善人，今世有神灵庇佑，因此这辈子会有福报，不管从事什么事情都会有贵人相助，从而大有作为。相术有云，双手通天文者绝少见，有之者心硬手辣，大事必成。因此这类人的前途不可限量，不仅工作上大有作为，而且这辈子财运不断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，财富也会越来越多。另外，相术有云，通天文横贯手掌者绝少见到，有之者心硬手辣，必成大事。5. 通天文与事业线的区别。有些人容易将事业线与通天文混淆在一起，其实二者是有差别的。事业线的起始点通常在手掌的根部，又称为玉柱纹，而通天文的起点是在月丘。不过，也可以将通天文看作是一条特别的事业线，因为生有这条线的人本身就有着很好的事业运，只是比单纯拥有事业线的人更多了一份灵气，第六感更强一些。而且拥有通天文的人通常对玄学或神秘事物有着天生的兴趣，天生与神佛有缘，所以人们才说这类人有沟通天地的能力，其实就是对一些神秘事物有一些感应能力吧。总而言之，如果你手上有这种神秘的通天文，一生富贵真的是想之不尽。当然，相不独论，通天文对人的运势影响仅仅是其中一部分。若想准确地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好不好，建议结合八字、面相、紫微斗数等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，这样才更为准确。讲生命线看你是否健康长寿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偶然，有的也只是必然。无论多么微小的邂逅，都必定会影响未来的命运。这些缔结的缘分都会以掌纹的形式在你的手中一一呈现。手掌的纹路既是一种记录，也是一种预示。尤其是手掌中的生命线，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、健康状态、有无病难及突发事故的部位，同时也是要做好预防灾厄和进步的部位。那什么是生命线？不同的生命线命运如何？接下来小酱汁大酱友们具体了解一下。1. 什么是生命线？生命线是西洋手相学的叫法，中国手相学叫地纹，是人体手掌三大主线之一，起于食指指根线与拇指根线中点，为正位和巽位的分界线，包绕整个大鱼际，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向手腕横纹。2.
不同的生命线命运如何？一、生命线的长短。生命线如果长长的，并且深刻鲜明，说明你的性格很开朗，精力很旺盛，身体属于比较健康，很少去医院的类型。不过你虽然先天身体状况很好，但手纹是可以改变的。如果你整天熬夜、胡吃海喝，肆无忌惮地挥霍自己的健康，那么你的抵抗力就会慢慢减低，失眠脱发的问题就开始困扰你哦。如果你的生命线比较短，说明你的身体状况可能不是很好，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患有胃病，并且因为抵抗力较差的缘故，容易得流感之类的小病。不过生命线较短的人性格都很善良，会同情弱小，并且也很简单很直白，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说话，也不喜欢对人耍心机。这类人做事情脚踏实地，是属于值得让人信赖的类型。二、生命线的深浅。前面有讲过，生命线颜色深刻鲜明的人身体状况会比较好一些，并且这类人心胸开阔，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斤斤计较，同时他们的抗压能力和适应能力都非常强。生命线的纹路如果很浅很细，代表这类人的身体素质相对差一些，不过只要保持健康的饮食和规律的作息，还是可以把身体状况调节过来。另外，纹路浅细的人性格会比较的内向，胆子会小一些，自制力相对也会差一点。三、有两条生命线。多数人都只拥有一条生命线，拥有两条生命线的人非常的少。但是如果你在此列，就说明你的生命力非常的强，身体抵抗力和自我恢复能力都特别厉害，所以你是属于不容易生病，即使不小心生病也会很快恢复健康的那类人。另外，拥有两条生命线的人事业发展会比较顺利，即使遇到难题也能够迎刃而解，名利双收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。四、生命线上有小横线穿过。如果生命线上有短横线横过，说明你可能会突然患上疾病，建议你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，经常去体检，做到早发现早治疗。另外，这也说明你的运气会遭遇非常低迷的时刻，这时你要做的是多行善事，并且默默充实自己，记住教训，做到自我反省，这样你的运势才会慢慢得到改善。五、生命线出现中断。手相学中，生命线有明显中断是不吉之兆，这代表你在某个阶段会生病或者发生意外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如果间隔很大，代表疾病不容易痊愈。如果生命线中断，但在左侧或者右侧有一条小线并行，则代表你虽然会遇到灾厄，但能够逢凶化吉，即使生病，最终也能够康复痊愈。如果生命线有中断，但出现重叠，则意味着即使身患恶疾，最终也会康复。重叠的长度代表康复的时间，重叠的部分越短，代表康复越快。六、生命线断断续续。生命线如果不是一条完整的实线，而是出现断断续续的情况，就说明你的身体抵抗力比较差，平时容易生病，而且容易产生疲惫和焦虑感。不过出现这种情况，只要你平时多锻炼，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，并且懂得舒缓压力和自我调节，那么你的身体情况会逐渐得到改善。七、生命线主线上有分叉。生命线上如果出现向上的分叉，说明你的性格乐观阳光，做事情积极努力，因为求知欲强，懂得自我提升，日后很有可能成为行业所在的佼佼者，名利双收。如果在生命线上出现多条向上延伸的小支线，这些小支线又被称为希望线，有这类纹路，说明你有着远大的抱负，野心很重，未来不可限量。但这种希望线数量一定不能过多，如果数量太多，说明你的行动力不足，经常3分钟热度，为人有些好高骛远，不切合实际，最终很有可能空有抱负却郁郁不得志。
生命线下端如果出现非常明显清晰的向下分叉，则代表你中晚年日子可能会过得不太安定，会经常处在奔波忙碌之中。不过若你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去大城市或者异地发展，很可能会取得成就，这样中晚年的日子会得到改善。另外，这种分叉的出现也提醒你要小心自己的婚姻状况，你的婚姻生活可能会出现问题，并且分叉越大，问题越严重。小酱汁提醒，分叉一定要清晰深刻才算数，如果是浅浅的一条，并不能说明什么。如果你的生命线有分叉，而且分叉线延长到月丘的位置，则代表你的生命力虽然很顽强，但女性容易得妇科类疾病，男性容易前列腺方面出现问题。8. 生命线有交叉纹。生命线如果末端出现交叉纹，则代表婚姻生活可能不太幸福，中年时期容易发生婚变，而且晚年子女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无法留在身边尽孝，晚年容易感觉到很寂寞。如果你生命线出现这类交叉纹，建议你婚后多花些时间在家庭关系的经营上，多花精力在另一半身上。生命线如果起端出现交叉纹，则代表年幼时身体瘦弱，容易生病，学业也容易遭遇波折，青年时期会受到小人干扰，想要成就大业，就要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努力才可以。9. 智慧线和生命线相交。智慧线和生命线相交，代表这类人智商很高，头脑清晰，只要肯努力，事业上会有不错的发展。在感情方面很理智，很强势，很挑剔，容易错过良缘。不过这类人对爱人忠诚，不仅很懂另一半的心思，也懂得自我反省，是不错的恋爱对象。10. 感情线、智慧线、生命线全部相接。若3条线全部交汇，代表这类人在感情中属于比较弱势的一方，喜欢胡思乱想，没有主见，很容易被人左右。若早婚会得到恋人的庇佑，晚婚往往会将就。小酱汁最后提醒大家，手掌中的纹路是会不断变化的，虽然显示你过去的掌纹不会发生改变，但预示你未来的掌纹会随着你的言行发生改变，所以命运可以改变，它掌握在自己。女穿事事福，男穿事事难。夫妻都是川字掌，运势如何？川字掌的手相是手相学中众多的手相之一，因为这种手相还是比较罕见的手相，因此这也就成为了为什么川字掌人很少的原因。有川字掌的人还是比较少的。那么这种手相好不好呢？手是人的第2张脸，手不仅仅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颜值，同时也会体现出此人的命运。川字掌的手相是手相学中众多的手相之一。民间常说，女穿事事福，男穿事事难，右穿代代福，左穿累累金。也有人说，算命师从来不给川字掌的人算命，这都是真的吗？究竟什么是川字掌？有川字掌的人命运如何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1. 什么是川字掌？川字掌的手相是我们手中的生命线的极点没有在智慧线的上面，也就是生命线和智慧线是彼此分离的，再加上那条分离的感情线，就成为了川字掌的手相。当我们把手掌倒过来90度的时候，就会发现我们手中的3条主线构成了一个川字。这种手相还是非常好辨认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要是生命线和智慧线是分离的话，十有八九就是川字掌的手相了。2. 川字纹的命运特征。1. 左手川字掌。1. 精力充沛，勇敢执着。左手川字掌的人很有领导能力和活动力。这类手相的人通常精力充沛，好像有用不完的能量，以至于这类男人有魄力、勇敢，精神思维强。左手川字掌的人悟性好，直觉性强，学什么东西都很快，只要是自己想学的东西，通常都能样样精通。川字掌的人命运怎么样？真的事事不顺吗？ 2. 控制欲强，感情路坎坷。男人左手川字掌的人占有欲很强，同时控制欲也很强，尤其是在感情方面，属于时时刻刻想控制着自己的爱人，就算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，他们都想要干涉。
往往让对方喘不过气。所以这类首相的男人往往感情无疾而终，或许要多经历几次感情的磨难，才能更好地懂得其相处之道，比较适合晚婚。3. 事业有成，财运不错。左手川字掌的人有很多的优秀品质，对事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再加上他们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，轻易不肯服输，所以往往在事业上取得不错的发展。事业有成，那么财运自然不会太差了。2. 右手川字掌。1. 性子比较急，做事有鲁莽。右手川字掌的人多半性格独立，他们很有自己的主见，做事大多依照自己的想法进行，很少被他人的情绪左右。但是右手川字掌的男人性子大多都是比较莽撞的，做事很少思前想后，往往做事不计后果，有时候即使完成了，也有很多错误，不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。女人左手川字掌纹的首相，财运事业方面好吗？ 2. 事业运不错，很有事业心。右手川字掌，事业心还是比较重，这类人通常悟性高，一点就通。如果能改掉自己莽撞的性格，在事业上还是比较容易成功的。还有，事业与财运是相互影响的，事业上平步青云，财运自然会越来越好。一般来说，这类男人一生还是比较好运的，很少会有经济问题烦恼。3. 感情方面比较坎坷，容易晚婚。右手川字掌的男人性格比较叛逆、孤僻，换句话来说就是比较不合群，再加上他们自卑心比较强，容不得别人说自己不好，所以在感情上容易和恋人发生不愉快。单身人士的话，异性缘不是很好，所以这类男人大多会晚婚。川字掌的男人命运怎么样？真的事事不顺吗？ 3. 双手川字掌。 1. 独立性较强。双手川字掌的人从小就比较独立，他们很少会依赖他人，即使找了男朋友，大多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，不会那个这个小鸟依人，向男朋友撒娇的类型。双手川字掌的女人非常能吃苦，有很强的毅力，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哪怕再苦再累都可以坚持下去。 2. 事业出色。双手川字掌的人个人能力非常出众，有不输男人的拼劲儿，往往能在事业上比其他掌纹的人更出色。而且双手川字掌的人事业心也很强，将生活的重心更多的倾向在自己的事业方面。多劳多得说的就是双手川字掌的女人。 3. 爱情路坎坷。双手川字掌的人性格是比较强势的，少了人的柔情似水，而且大多都是女强人类型，往往让男人不敢靠近。而且在感情中，双手川字掌的人也比较霸道，喜欢占据主导，一些大男子主义的人往往不能接受，所以这类女人的爱情路比较坎坷，容易晚婚。 4. 有旺夫运。别看双手川字掌的人爱情路坎坷，但是一旦步入婚姻之后，还是比较幸福美满的。这类女人非常有主见，而且能力非常强，可以很好的分配工作和家庭的时间。不过这类女人在婚姻中比较缺乏情调，需要找浪漫一些的男人，这样生活才会更和谐幸福。有川字掌的女人通常情况下也旺夫，丈夫也很容易和她在婚后取得事业的成功。 3. 夫妻都是川字掌的命运如何？有人说女川事是福，男川事是难，这就是直接告诉人们，川字掌对于女性来说是好运气加深，而对于男性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情。那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川字掌，命运如何呢？正常来说，川字掌实际最适合那些男人，毕竟在传统观念中，男性更能承担责任一些。到了要面对川字纹带来的负面影响时，男性也更有把握应对过去，最终获得巨大利益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这种首相所带来的富贵并不是凭空降下来的，买个彩票中奖这事儿很难发生。川字纹首相带来的其实就是一个保证，只要有努力就一定会有所成就的，并且他们本身还带有一定的霉运。这种首相的人不管做什么都会有挫折。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说，川字掌带来的孤傲个性以及略微倒霉的运程会进一步激励他们，
让他们在事业财运中走得更远。然而对于女人来讲，川字掌带来的影响恐怕并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要是那些先天意志坚定、不甘人下的女强人来说，自然是能够凭借川字掌的运程创下一番大事业。不过要是那些普通的想要正常生活的女人，川字掌就只会让她们感到痛苦，或者一蹶不振，或者奋发拼搏。如果夫妻双方都有川字掌，单从事业财运来说，这自然是好事儿。不过需要注意早年间的夫妻感情，因为这个手相主导早年间的挫折，他们在事业没有成就之前，会有一段相当难熬的艰苦岁月。只有夫妻二人合心，才能真正度过这段日子，迎接辉煌。从性格方面来说，凡是川字掌的人都相当独立，轻易不会去将内心的想法告诉别人，就算那个人是自己最亲近的爱人。要是夫妻之间有一个人是这样还好，最怕的就是夫妻二人都这么想，那么感情破裂就只是时间问题。4. 为什么命理师不给川字掌的人分命？之所以不给川字纹的人看相，其实与他们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拥有川字纹的人大多都是非常理性的，同时也很自我，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出自负的一面。平时不喜欢听从他人的建议，总是会一意孤行，即便别人对他们的劝告是好意，也很难听到心里。拥有川字纹的人虽然个人能力比较强，但是却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，尤其是在为人处事方面缺乏同情心，不擅长去原谅他们，对于自己的事情非常重视，却不懂顾及他人的感受。这种类型的人总是希望将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不喜欢听到别人对自己有反对意见。正因为他们的性格比较特殊，让人难以适应，所以很多看相者都不喜欢给川字纹的人看相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